大家好，2月14日，4名大陆渔民被台湾海巡署恶意执法，其中2人死亡，另2人生还。台方的说辞是4名大陆渔民跳船，导致其中2人死亡，但台湾方面一直无法提供所谓执法录像。2名大陆渔民返回大陆后，真相才得以曝光。原来是台湾海巡署的船只多次碰撞大陆的渔船，眼看着大陆渔民的船只快翻了，渔民才不得不跳海。所以2名渔民根本不是意外死亡，而是台湾海巡署相关人员涉及到了犯罪。之前台当局海委会领导下令，台海巡署可以自行开活。台方接连撒谎，其一，未提及碰撞大陆船只的情况；第二，全程没有录像。对此，台湾台独媒体下的网友都表示不相信，纷纷说每个警察都配备的东西，现在连机车都可以安装。台官方表示，要10吨以上的海巡署船安装录像设备才是标配。我就纳闷了，台湾不是 IT 全世界 No.1 吗？就连这种必备的设备都没有，这种撒谎也太小科了。更有网民挖苦道，你们这些官员的口袋还没有装饱，哪有闲钱装这个？总之，经历了这起恶劣的事件后，大陆方面现在也不客气了。2月19日，福建海警登上了金门县海域附近的一艘台湾游船，进行了约30分钟的临检，开启了在下境海域的常态化执法巡查行动。这首次临检引起了台湾方面极度恐慌。台媒分析到，此举等同于大陆宣示了对此海域的管理权和执法权。台航港局称，大陆海警这么做不符合所谓的国际惯例。这是两岸内部事务啊，这是哪门子的国际？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大陆牺牲了2位渔民的生命，换来了大陆海警真正开启下境海域的常态化执法，这是台湾方面的弱智造成的恶果。现在大陆海警终于可以大摇大摆地进行执法了，再也不用顾及台湾方面的感受，台独党咎由自取。现在台湾方面一片哗然，当然都在说大陆压霸。台独党啊，从不从自身找原因，他们以为挟洋自重就可以对大陆耀武扬威了，眼看着大陆来硬的了，台湾军方现在怂了。台军负责人说，台军不会主动介入，因介入会升高冲突，这不乐见。好，朋友们，刚才咱们还原了近期台海地区大陆渔民被台湾海巡署恶意执法而导致死亡的事件后，我们来看看德国媒体对此事如何报道的。此类事情在德国媒体看来不算什么大事，德国读者及观众也不大感兴趣，所以没怎么报道。我大概看了一下，只有2-3家德国主流媒体做了报道，但几乎没有读者评论。我们来看看德国国家媒体德国电视1台的报道。我得声明啊，是按原文翻译，里面称呼中国与台湾是2个不同的国家，我当然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另外，德国政府也不承认台湾是国家，而与中国建交的前提就是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2名渔民死亡，中国与台湾紧张局势升级。台湾海巡署与中国一艘渔船展开追逐，台湾海峡事件导致2国关系进一步紧张。发生在中国和台湾之间海峡的一起致命事件，再次加剧了2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在2名渔民死亡后，中国称发生了恶性事件，台湾行政院院长陈建仁呼吁双方谨慎行事。上周三，一艘载有4人的中国渔船在台湾金门岛附近倾覆，引发了北京和台北之间的争端。据台湾消息来源称，该船非法进入台湾海域，在随后与台湾海巡署的追逐中，渔船倾覆，2人死亡，另外2人获救。金门距离中国东南部城市厦门仅几公里。据陈建仁称，台湾于1992年在金门海域设立了限制区和禁渔区，中国不承认这些区域划分，并将其称为传统捕鱼区。台湾呼吁克制。事件发生后，中国要求澄清，并增加了海警在该地区的存在。据台湾的中央社报道，
中国官员周一登上一艘载有23名乘客和11名船员的台湾游船进行检查。这种检查相当罕见，台湾认为这是对其主权的侵犯。我们希望双方都合情合理、公平合作，台湾政府首脑陈建仁说。同时，他呼吁中国大陆和台湾阻止渔船非法进入受保护水域。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军方不会介入，将把金门岛周围海域的监控工作交给海巡署，因为我们希望避免战争。他呼吁和平解决此事。中国视台湾为其国家的一部分，中国将台湾视为其国家的一部分，并威胁要使用武力征服这个岛国。尽管几十年来他一直拥有独立的民选政府，因此两国关系多年来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好，朋友们，大家看清了啊，这就是德国国家媒体的宣传，表里不一，所以真的希望能早一天统一台湾，让不怀好意的外国也早一天闭嘴。接着我们来看看德国《明镜周刊》的报道。发生在台湾海峡的事故，2名中国渔民死亡，台北呼吁北京保持克制。一艘台湾海巡署的船只追逐一艘中国渔船，渔船倾覆，2名渔民死亡。台湾现在请求和平解决此事，而中国则派出了军队。德国之士点评，大家看看，从报道的语气很明显在妖魔化中国。首先是两国论的报道，其次一边是台湾请求和平解决此事，另一边说中国派出军队，就是故意把和平与战争，或者说和平与武力放在一起对比，这样才凸显中国的咄咄逼人。你们看，德国这家媒体是在完全颠倒黑白呀。我们继续往下看，2名中国渔民在中国和台湾之间的海峡遇难，使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台湾行政院院长陈建仁呼吁双方防止渔船非法进入受保护水域。上周三，一艘中国渔船在台湾金门岛附近倾覆，造成2名渔民死亡，从而引发了北京和台北之间的争端。据台湾报道，渔船船员试图躲避海巡署的检查，结果在追捕过程中翻船，2名渔民获救。金门距离中国东南部城市厦门仅几公里。据陈先生称，台湾于1992年在金门海域设立了限制区和禁渔区，中国不承认这些区域，并将其称为传统捕鱼区。中国称其为恶意事件。帆船事件发生后，中国国台办称其为恶性事件，并要求澄清。发言人朱凤莲周一要求台湾在此案中予以合作。目前，幸存船员的亲属已抵达金门接人。台湾国防部部长邱国正表示，军方不会干涉，将把金门岛附近水域的监视工作交给台湾海巡署，因为我们希望避免战争。他呼吁和平解决此事。事故发生后，中国加强了在该地区的海警力量。据台湾的中央社报道，中国官员周一登上一艘载有23名乘客和11名船员的台湾游船进行检查。这种检查十分罕见，台湾认为这是对其国家主权的侵犯。中国视台湾为其领土的一部分，并威胁要以武力征服这个岛国。尽管几十年来台湾一直拥有独立的民选政府，因此两国关系多年来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中国战斗机几乎每天都会越过海峡的非官方中线，以展示其武力。北京已多次宣布，如有必要，它将通过军事手段实现与台湾的统一。好，各位朋友，这就是德国《明镜周刊》报道的全部。从去年开始，好像《明镜周刊》就完全关闭读者评论功能了，这是与中国媒体很不同的地方。也就是说，德国媒体大部分都没有评论功能，也许是担心读者评论与媒体的观点不一致，不利于宣传吧。好像在德国也有法律方面的限制。据我所知，德国媒体是要为读者及观众评论负有法律责任的，比如不能发表极端言论，这里主要指右翼言论，左翼言论一般没问题。这就是德国言论自由比较诡异的地方。德国焦点新闻也报道了这件事，由于大同小异就不必看了，但该媒体还报道了美国的一个代表团
2月22日，也就是昨天已经抵达台湾。因为是按时间顺序的，所以我们看下面的时间更早的报道。由对中国持批判态度的人率领的美国代表团抵达台湾。2月22日星期四，由众议院议员麦克加拉格尔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于星期四开始对台湾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加拉格尔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批评者，他是美国众议院与中国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的主席。我们从图片可以看出，空心菜非常开心地接待主子的光临。这次访问可能会激怒中国，因为中国认为这个民主治理的岛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尽管它从未属于过该国。根据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与北京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实际上不得与台湾保持官方接触。几十年来，北京一直拒绝外国政界人士访问台湾。与美国一样，德国在台湾也没有大使馆，只有一个非官方代表处。不过，根据1979年的台湾关系法，美国承诺支持台湾的防卫能力。据台湾外交部称，代表团将与即将卸任的总统蔡英文见面，还计划与当选总统赖清德和副总统萧美琴会谈。赖清德和萧美琴将于5月20日就职。据美国在台协会 AIT 美国在台北的实际大使馆称，代表团还将会见外交部长吴钊燮等其他高级官员和民间团体成员，他们将讨论美台关系和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如地区安全、贸易和投资。美国国会议员在台湾向中国发出警告。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周四开始了对台湾为期3天的访问，并向中国发出警告。代表团团长麦克加拉格尔在与台湾当选总统赖清德和当选副总统萧美琴会面时表示，如果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做出入侵台湾这一愚蠢至极的决定，那么这一努力将以失败告终。加拉格尔是美国众议院与中国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批评者。朋友们，从这张图可以看出，空心菜正以仰慕的眼光聆听主子的圣旨。加拉格尔在访问开始时，在与即将卸任的台湾总统蔡英文的谈话中说，世界上的自由正在受到独裁侵略的攻击。他赞扬了蔡英文的领导能力，由于他的领导，美台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稳固。不出所料，这次访问引发了中国的愤怒。中国将这个民主治理的岛屿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并威胁要武力征服它。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周四表示，美国应停止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好，朋友们，接下来2段讲的是一个中国原则，这里不重复，我们接着往下看。华盛顿长期以来一直向台湾提供武器。台湾政府周四感谢五角大楼最近批准了交付价值7500万美元的武器。德国之士点评，你们看台湾省政府贱到什么程度，自己花天价买的东西还得感谢卖家卖给他，真是太讽刺了。但是该报道只有区区4条评论，不值得翻译。网上有各种说法，也许有的是谣言。有人说实际上美国已经驻军台湾了，不仅有美国武器，还有美国军队。美国人挺嚣张的，竟然一次又一次警告中国不能对台湾如何如何。美国连个也门胡塞拖鞋军都搞不定，丢人呐！前2天也门胡塞把老美的1000万美元的军用无人机都打下来了，还有一艘美国货船在美军的掩护下想进入红海，哪知道也被胡塞的中程导弹击中了，因为美国的导弹拦截系统没有完全奏效。另外，美国迟迟无法给乌克兰军事援助，目前看来好像把烂摊子甩给了欧洲国家了。再看看2021年8月，美国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仓皇逃离阿富汗，撇下盟军不管不顾，当时弄得包括德国在内的盟军都相当被动。这些都不是一个号称世界第一军事霸权应该做的，完全没有起到保护盟友的作用。其实在阿富汗，美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这不就是一个纸老虎吗？如果台湾人还迷信美国爸爸的各种诺言，
那真的是朽木不可雕也。老共可不是没有那个实力，而是想按自己的节奏来完成中国统一，同时最大限度减少两岸的流血冲突。所以希望台湾领导层不要误判，有很大的概率应该在这3-4年内会完成中国的完全统一，而且统一台湾后必须实行一国一制，不能在中国内再出现不给中央缴税还当特等公民的超国民待遇，这对全体中国人都是不公平的。而且像以前那样做的话，那些特等公民更不屑于做中国人。从某特别行政区就可以看出此类弊端。当然，我不想代表全体中国人，但我绝对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是希望一国一制统一台湾的，或者连台湾省都取消，直接划归福建省管辖，这样更利于治理。不知大家怎么看？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